提及 CEF， 对于如今的中国玩家来说，早已是一款非常耳熟能详的游戏。它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也是中国游戏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然而 ，CF 并不是一款由中国开发的游戏，它的诞生离不开一家韩国游戏公司 Smilegate。造就这一切的源头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一探究竟。欢迎收看 CF 考古档案之爆头 Online 的发展史。提起爆头 Online， 可能有一部分 CF 玩家知道它是穿越火线的前世之作，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听说过。它是 Smilegate 公司开发的第一款游戏。Smilegate 的官方中文名称为是漫凯，俗称校门，创立于2002年，创始人兼董事长叫做全鹤斌。由于国服 CF 创造的海量收入，之后的校门还开发了著名游戏《失落的方舟》。如今的校门已经与 Nexon 和蓝洞并称为韩国3大游戏厂商。全鹤斌的财富最高达到过韩国福布斯排行榜第4名。言归正传，创立之初的校门只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微型企业。由于全鹤斌本人非常喜欢 FPS 类游戏，所以他带领的研发团队决心开发一款配置要求低且易上手的射击网游，这就是爆头 Online。2005年，校门宣布与雅虎韩国达成代理合作。这时的校门希望背靠雅虎这座大山，能够在韩国游戏界焕发光彩。2005年7月6日，雅虎韩国的游戏门户网上首次亮相了爆头 Online 的游戏截图。游戏的背景故事设定在美墨边境的沙漠地带，讲述了美国特警部队与恐怖分子展开的一系列武装对抗，同时爆料出将于7月12日进行游戏的首次封闭测试。这是我找到的爆头 Online 游戏官网的历史镜像，大家可以暂停查看一下。由于当时的校门是一家初创公司，开发经验有明显的欠缺，封测开启后的爆头 Online 产生的 bug 非常多。校门在不断的收集反馈意见后，前后共进行了3次封测，时间分别为2005年7月12日至7月16日，2005年9月14日至9月24日，2006年1月20日至2月1日。其中2测和3测还一度延长了预定的时间。校门团队这种虚心诚恳的态度，也赢得了部分参与测试玩家的好感。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全的缘故，有些内容我只能推测，并不完全准确，还望大家理解。从官网和各种资料上的记载来看，爆头 Online 当时共分为2种模式，分别是赏金爆破和赏金团队竞技。与 CS 一样，需要在对局中购买武器装备，也可以设置添加 bot 进行人机混战。游戏内的地图有 Mexican、Death、Train、Temple、Columbia。开发团队可能出于不忘初心的目的，这些地图名称有些后来被继承到了 CF 中。值得一提的是，爆头 Online 支持对角色进行自定义，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捏脸和装扮的搭配。这方面的自由程度，在当时的韩国 FPS 类游戏中是非常少有的亮点。更有意思的是，我翻看官网的历史更新公告，无意中看到2005年9月22日，官方修复了一个玩家角色可以隐形的 bug。不知道后来的 CF 幽灵模式，开发团队是否是从这里得到的启发。然而，就当游戏完成3次封测后，似乎朝着向好的方向发展时，一则突发事件却打断了这一切，以至于全鹤斌在后续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难掩倍感失望的心情。2006年3月，雅虎韩国突然宣布旗下的游戏部门将独立出来，成为一家新的公司。虽然雅虎对外宣称这只是分离而非分拆，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雅虎内部出现了资金危机的战略调整。这个消息对于校门来说，可谓是晴天霹雳。之后的一段时间，爆头 Online 的游戏官网再也没有了新的公告，直到2006年5月16日，官网发布了对玩家的告别信。由于发行方和开发商无法达成一致，爆头 Online 正式宣布停服。这个时候的校门已经步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么全鹤斌又将如何带领团队脱困呢？下期视频我们就会讲到。视频的最后，大家不要着急退出，可以看下当时爆头 Online 官网留下的游戏演示，相信您可以从其中的换弹等动作看出 CF 的影子。资料收集不易，祈求各位观众老爷们能够点赞、投币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见。